它被称为美国最好看的漫改吸血鬼电影，里面出现的吸血鬼完全颠覆了人们之前的想象。他们战斗力非常强悍，惨白的肤色，嗜血的尖牙，这么丑的吸血鬼，隔壁家的小孩都被吓哭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电影迷小雅，今天我们来看吸血鬼的恐怖电影《30极夜》。故事发生在阿拉斯加北部某个偏僻的小镇，这里的人们每年都要忍受长达30天没有太阳的黑夜。转眼今年又要开始了，不是所有人都能忍受得了漫漫长夜，有人选择离开小镇，不过也有一部分人选择留下。男主艾本是镇上的治安官，为了小镇安全，他在极夜来临之前开始了各种检查。和艾本坚守岗位不同，女朋友斯蒂拉在极夜来临前的最后一个傍晚，本打算乘坐最后一个航班离开小镇，倒不是因为怕黑，而是因为一些琐事和艾本闹得不愉快。然而途中斯蒂拉意外撞车，无法继续前行。他打电话求助艾本，却得知对方有事走不开。原来镇上最近很不太平，大叔家养的一窝阿拉斯加不知道被什么人一夜之间全部屠了。最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到达机场，可是飞机已经飞走，因此斯蒂拉不得不留在小镇。极夜第一天，酒吧里来了一个古怪的男人胡子哥，吵着要吃生肉，这不是为难人吗？就在胡子哥欺负服务员时，艾本及时出现。胡子哥嚣张得很，完全不把艾本放在眼里。眼看情况要失控时，斯蒂拉提枪出现，最后两人把胡子哥押回了警局。这哥们心态很好，到了就躺平，还神叨叨地告诉艾本他们要来了，赶紧回家躲起来，否则小命不保。而他因为做了一些特殊贡献，会被这些人褒奖。大家以为胡子哥故意吓唬人，没人把他的话放在心上。他们哪里知道恐怖气息已经悄然弥漫。发电机房这边，胖哥像平日一样正在值班，突然外面传来奇怪的声音。遵循有动静必出门的国际惯例，胖哥提着手电筒来到门口。就在这时，几道黑影飞速闪过，还来不及看清对方的样子，胖哥就被无情虐杀。另一边，艾本和斯蒂拉刚走出警局，不料电路发生故障，整个小镇渐渐被黑暗笼罩。见状，艾本赶紧到发电机房查看，结果在门口的雪地上发现一串长长的血迹，一眼看过去，细木桩上插着的竟是胖哥的脑袋。平静的小镇从未发生这样的事，艾本赶紧通知镇上的人，没事不要在外面瞎溜达，待在家里关好门窗，有武器装备的务必放在身边。听到这儿，镇上的人一脸懵，担心造成恐慌，艾本也不敢说出全部实情。好在大家都愿意配合，如此看来，胡子哥似乎没有骗人。至于他口中提到的他们究竟是什么，咱也不卖关子了，他们就是吸血鬼。显然这里的吸血鬼和我们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很快，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一对夫妻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，吸血鬼破窗而入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把女人拽了出去。男人拿着猎枪追了出来，然而吸血鬼力量强大，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妻子惨死。又是一起命案发生，艾本不淡定了。不过他现在还不知道吸血鬼的存在，天真的以为是胡子哥的同伙，于是逮着他一顿询问：你们到底来了多少人，藏在哪里？胡子哥答非所问，表示你们都是将死之人，其他无可奉告。艾本被彻底激怒，拉着斯蒂和搭档冲了出去，准备亲手抓到这伙歹人。半道上，前方传来嘶吼声，透过望远镜，斯蒂拉似乎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，赶紧让艾本上车。下一秒，吸血鬼跳上车顶疯狂捶打，一个急刹车才把他甩下车。两人匆忙返回小镇，路边燃起熊熊火焰的汽车，预示着小镇已经遭受袭击。此时，对讲机里传来女同事的惨叫声。赶到警局时，这里早已被血染红，大家都不见了，只有胡子哥还锁在牢房中，心心念念等着吸血鬼来接他。黑暗中，吸血鬼 BOSS 鬼叔终于露脸，他吩咐手下今晚好好狩猎。随后，他们闯入民宅，为所欲为。人们四散逃跑，但怎么也逃不出魔爪。惨叫声、嘶吼声此起彼伏，有人试图开枪，不料吸血鬼竟刀枪不入。没一会儿功夫，雪地就被鲜血染红。警局附近的一家餐厅里，为数不多的幸存者躲在这里，艾本的弟弟也在其中。可是餐厅并不安全，艾本想到小镇里有一栋楼房，那里有隐秘的暗梯通向阁楼，一般人很难发现。大家可以先躲到那里，再一起商量对策，避免中途出差错。艾本决定自己当诱饵，引开吸血鬼的注意。斯蒂拉不放心，要和艾本一起行动。
谁知两人刚开车没走几步，吸血鬼主动找上门，轻轻松松就让汽车翻了盖，打又打不过，跑又跑不掉。就在双方极限拉扯时，好市民壮哥开着铲车赶到，替两人解除了危机。随后他们坐上铲车，成功摆脱吸血鬼的纠缠。三人找到阁楼，打开了暗梯。庆幸的是，其他幸存者已经躲了进去。胡子哥这边望穿秋水，终于等来了鬼叔，可没想到对方是来收割他的人头的。阁楼里储存着一些物资，勉强够大家撑个几天。可一直这么躲下去也不是个办法。正当大家忧心忡忡时，外面传来女孩的求救声。艾本想救人，可看到屋顶上的吸血鬼，他明白了，女孩是吸血鬼故意放出来的诱饵，千万不能冲动。失去利用价值后，吸血鬼显然不会留女孩一命，他们慢慢折磨着女孩，直到她痛苦死去。虽然救不了女孩，但艾本并没有闲着，因为对面楼房还藏着一个幸存者，就是开头老婆被拽走的那个男人。艾本小心翼翼靠近他，可没想到对方被吸血鬼咬伤后，竟然变异成了吸血鬼，可能还没进化成完全状态。男人战斗力还是个渣渣，最后被艾本乱刀砍死。阁楼虽然隐蔽，可架不住猪队友坑爹啊！这个大爷不知道抽了什么风，非要离开阁楼去找死去多年的老伴儿。明着走不了，就偷偷从窗户溜走。老父亲深夜出逃，儿子小胡子也不懂事儿，作死要出去找人。不过也幸亏是他，不然眼瞅着吸血鬼就要发现阁楼了。小胡子一边找人，还一边大声喊叫，生怕吸血鬼听不见，摆明主动送人头。这么一折腾，大家觉得阁楼不再安全，必须找别的去处。趁着大雪天，一行人离开阁楼，来到一家超市，打算从这里拿点物资。艾本指挥众人分头行动，速战速决。起初一切进展顺利，突然附近传来咀嚼食物的口水声。走过去一看，只见一个小女孩正趴在地上啃食着尸体。好家伙，已经变成吸血鬼了！众人合力才勉强将她控制住。或许因为她还是个孩子，一时间所有人都不忍心下手。关键时刻，艾本的弟弟毫不手软，用利斧砍断了女孩的头颅。虽然很残忍，但只有这样才能杀死吸血鬼。就在大家准备离开超市时，却发现外面的暴风雪已经平息。现在出门危险系数太高，队伍里像艾本一样能打的人不多，要想安全撤退，还得想其他办法。这时，斯蒂拉提出，吸血鬼怕光，居民海伦家刚好有给绿植用的紫外线日照灯，要是能把吸血鬼引到那里，再用灯光照射，说不定就能把他们消灭掉。可是如此艰巨的任务，该由谁来完成呢？当然得是男主艾本。他拿着斧头边跑边吼叫，以此吸引吸血鬼的注意。壮哥则领着其他人离开超市，来到警局。在主角光环的加持下，艾本顺利抵达海伦家，启动发电机接通房间里的电源。可当他拿到照灯时，鬼叔已经带着小弟们来到门口。女吸血鬼看见艾本相当亢奋，激动地冲了进来，结果被灯光照了一脸，瞬间毁容。看来这招果然管用，可吸血鬼不傻呀，当即切断电源。尽管艾本逃出房间，但危机并没有解除。看着痛不欲生的手下，鬼叔亲自帮他解脱。之后恼羞成怒，要对整个小镇展开报复。面对凶残的吸血鬼军团，孤身一人的艾本很难有胜算。好在壮哥这人能处，有事他真上，开着铲车离开警局，一心想要助攻艾本。途中时不时有吸血鬼跳出来，好在都被壮哥一一解决。但开挂的局面没能维持下去，不久铲车撞到了房子，壮哥颤颤巍巍下车后，发现子弹也没了啊，这摆明是要写死他的节奏。最后壮哥发挥余热，引爆手中的炸药，好像就炸死了一个吸血鬼。造孽的是，壮哥竟然还没有被炸死，最后被鬼叔一脚踩爆了脑袋。艾本这边，他有惊无险来到警局和其他人会合，数了数，只剩6个人了。这时，一个大叔突然说道：“不是6个，是5个。”原来在超市的时候，他不小心被小女孩咬伤，现在已经到了变异的边缘。尽管不舍，但艾本还是遵从大叔遗愿，亲手将他送走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大家谁都不敢露头，硬是在警局里熬到了极夜的第27天。只要过了今晚，明天久违的阳光将洒满整个小镇，到时大家就安全了。
因此压力也给到吸血鬼这边。鬼叔慷慨激昂地告诉大家，他们花了几个世纪才让人类相信吸血鬼只不过是个传说，可不能在今天功亏一篑。现在只有杀死小镇的所有人，才能继续保持吸血鬼的秘密。于是他们在小镇各处撒汽油，准备一把火把这里烧成灰烬。恰好斯蒂拉为了救一个小男孩，不小心被困在雪地里，大火越烧越烈，用不了多久就会蔓延到斯蒂拉身边。此情此景，艾本怎么可能袖手旁观？为了救人，他做出一个大胆决定，将感染病毒的血液注射到自己的体内。虽然这么做会让他变异，但变异需要时间，在此期间，他不仅能保持清醒，还能战斗力倍增，用来对付吸血鬼再合适不过。最后的战斗终于拉起序幕，艾本和鬼叔开始1v1的单挑。按照惯例，主角艾本一开始便处于下风，被打得吐出一口老血，手也被掰断了。可就在鬼叔准备来个致命一击时，艾本忽然爆发，一拳头打穿鬼叔的头，瞬间完成反杀。BOSS 领了盒饭，小弟们都很识相，纷纷退下。故事最后，斯蒂拉和小男孩得救，天也快亮了。然而，光明的世界再也不属于艾本，他和斯蒂拉最后一次看日出。随着太阳升起，艾本灰飞烟灭。这是一部关于吸血鬼的电影，然而与其他同题材的故事相比，其中的吸血鬼造型完全不是《暮光之城》里优雅高贵的贵族气质，他们更像是吸血鬼和丧尸的结合体。不过这种吸血鬼可比丧尸厉害多了，特别难杀死，战斗力更是丧尸的数10倍，恐怕瑞克团来了也会招架不住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可以去看一看原片，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